哦，你来了，我正想找你吐槽呢。我去了一个相亲大会，别误会，我不是去找对象的，我是陪我朋友去的。反正我就是很好奇这个相亲大会是什么样的，有哪些人，是什么流程，所以我就陪着我朋友去了，顺便观察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不允许不相关的人进去，所以我就报了个名，走了下形式。别提啦，我觉得从这个相亲大会出来之后，我浑身难受。我跟你讲一下，首先我们排队在会场外面拿自己的号码，每个人有一个号码贴在手臂上，然后我们进入会场之后，会按照号码来坐座位。我正好是1号，那我就坐在最靠近门口的地方。会场里的座位是这样排的，男女男女男女这样排过去，然后也会按照年龄来排，从小到大。因为他默认就是异性恋配对嘛。在会场甚至还有70后，就是那种比我大20多岁的人。对，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在意，因为我真的不是去找对象的。我再解释一下，然后那边甚至还有一些人的家长坐在最旁边的两边，来偷偷看自己的孩子表现得怎么样。那一开始前半个小时，我觉得还挺尴尬的，因为还没有主持人上台开始组织这个活动，那大家都坐在下面，有的人会跟旁边的人聊天，有的人不会。我和我的朋友中间隔了一个男的，我就不想和他说话，所以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每次都会绕过那个男的，从后面跟我朋友这样说话，就一直交流到主持人走上台开始讲话。组织的是有点乱。那主持人上台后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活动，就请了一个媒婆上台，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红娘。好问题，媒婆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职业。那在古代，因为和谁结婚可能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事，那古代有很多很多的人做媒婆，从事媒婆这个职业的群体非常庞大。那么媒婆呢，就是负责介绍男女双方家庭给互相认识。那媒婆会选择自己认为男女双方家庭背景或者个人性格比较合适的人来互相介绍，起到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这种情况呢，就叫做说媒。如果媒婆说媒成功的话，她是可以拿到钱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职业。那在这种情况下，媒婆的人脉，人际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男女双方家庭都希望知道对方的真实背景。为什么叫媒婆呢？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在古代，大部分媒婆都是已婚女性，那她们被认为对于情感有比较深的理解，也自己有比较深的社会阅历。那又因为呢，在古代，男女的直接接触、直接交流是受到限制的，
在一些保守的家庭，男女双方甚至不可以私下自己见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很多人认为媒婆女性来当比较合适，可以和女方更直接的交流，交换想法。我本来以为媒婆这个职业已经不太常见了，但看样子还是存在的。现在不都是一些婚恋介绍所吗？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公司在做这样的业务。那我觉得他们可能私下也会请一些媒婆来跟客户进行更深入、更个人化的交流需求啊什么的。听说媒婆在农村更常见，因为在村子里人不多嘛，大家彼此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大家在找对象的时候会更希望彼此知道对方的背景、对方的底细。那在农村里人脉好的媒婆就会更受欢迎。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常用的约会软件中间有条件匹配的功能，或者说爱好匹配的功能，它其中的算法就像一个现代版的媒婆。不管怎么样，还是说回这个活动吧。那在这个活动，媒婆上台之后，可能看现场的气氛不太活跃，大家都比较沉默，那他就开始打算暖场。他想出的第一个暖场主意就是让坐在一起的人握手。那我其实是不太愿意的，因为我刚刚甚至都没跟他们说话，就要握手嘛，我就象征性的和我对面的女生握了一下手。那这个媒婆提出的第二个暖场的活动有点奇怪，但就是说要每个人嘴里顶一个筷子，然后和旁边的人用筷子把纸杯子这样顶着传递下去然后看能不能传到这一排的最后一个人。对，其实当时这个活动也让我有点尴尬，我就不想参加，因为我真的只是想去观察一下。对后面呢，媒婆就说我们这个活动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在现场抽取幸运观众上台领取礼物。那非常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抽到过因为我实在不想上台把自己展示在大家面前。那么他为什么要抽人上台呢？因为抽上台的人会开始给大家介绍自己的背景，或者你可以说交友相亲条件。那首先一个人很幸运的被抽上台之后，媒婆就会先让他介绍自己自己多少岁啊，来自哪里，户籍是哪，户籍对，在相亲中间也比较重要，很多家长会看重户籍是哪，还有兴趣爱好工作简单介绍一下。介绍完之后，媒婆就会先问在台上的那个人，你看一看台下的这些嘉宾，你有什么看对眼看中的吗？把他叫上来，我给你们撮合一下。撮合就是一个说媒的过程，在说媒的过程中让双方对彼此感兴趣。那大部分嘉宾反正都是不太好意思说的吧，也可能是真的没在台下短时间内看到。第二步，媒婆就会说，那台下的人有没有谁对台上的这位嘉宾感兴趣的呢？有的话请勇敢的上台。那整个活动下来呢，叫上去很多个幸运观众，
只有过一次，有人跑到台上说啊，我对他感兴趣，而且跑上台的那个人正好坐在我右边，就是我右边的男生。当时我和旁边的人都在台下给他起哄。对，反正就是这样。对，像我作为吃瓜群众，这样看一看，觉得还是挺有趣的。但是这个活动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提出了一个形式，这个形式让我自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形式是这样的，因为全场的女生比男生要少，所以他们就说让所有女生站到台前排好，一个个排好。然后你们还记得吗？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手臂上会贴一个号码。那媒婆就说，下面的男生走上台，把自己的号码贴在自己看上的或者感兴趣的女生身上。这个过程就让我觉得，女生就像被当作物品、商品陈列在柜台上，让人去挑。而且这不就是完全是看相貌进行的挑选、筛选吗？你没有任何主动权。这个过程让我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就站到旁边去看他们怎么做了。而且尤其就是因为这个过程，让我在活动结束之后感觉浑身不舒服，因为我真的很不赞成这样的形式。而且所有女生被贴完号码之后，媒婆会开始一个一个看他们身上的号码，然后说贴这个号码的人是谁，请上来一下。然后就会开始介绍他们互相加微信。那媒婆可能就会问女生说这个男生对你感兴趣，你有兴趣了解一下他吗？因为是拿着话筒说的，而且其实旁边大部分人也还在看。在这种情况下，女生就有点不好意思，可能不好意思直接说不嘛。那很多微信就这样加出去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失败的说媒。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太赞成。那不管如何呢，我自己是不相信相亲这种形式可以帮我找到我喜欢的人的。我也不会通过这种形式去遇见人，因为我觉得爱情最美丽的地方就在于你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你偶然遇上的人，又在那一种偶然的时刻下，你们两者之间擦出的火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东西，是我在生命中不愿意错过的东西。那这种东西是相亲不能给我的。关于相亲之后两人的关系是否健康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因为首先相亲它就是一个目的很明确的活动，可能两人的目的都是说为了结婚成家。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关系是否健康也要看说两个人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可能有的人说健康的定义是两个人可以彼此支持，在经济上在情感上这样走下去。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相亲找到的对象总归是有可能可以保持健康关系的，但也有可能是为了应付父母的催婚去相亲，然后就凑成一对这样走下去。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说健不健康了吧，只能说是满足彼此一些实际上的需求。成功率高不高的话，我觉得是没那么高的，因为
确实在相亲上有很多人是父母要求他们去的，包括我说这次的活动，其实两边做了很多父母都在观察子女的行为。那最终结果怎么样，还是要看两个人的相处了吧。说不定两个人相亲之后真的发现，其实还挺适合的，那可以继续谈一谈，然后有可能走向成功。但就很难说吧，这个成功率。包括在上海是有相亲角嘛，在人民公园里有一个相亲角，就也有父母会拿着自己子女的简历一样的纸，上面写着子女的信息，去摆在公园里给别人看。那有记者采访过，有很多父母也其实是背着子女去公园给子女相亲的，子女是不知情的。相亲这个东西多常见呢？我只能说现在还是挺常见的吧。包括我身边的同龄人也有几个父母给安排相亲的，不过可能去这种相亲大会的还不太多，更多是朋友、父母或者父母的朋友、同事介绍另外一个人，然后给两个人安排相亲1对1的约会。这种形式呢就比较常见。那年轻人或者说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对这种形式是怎么样的态度呢？我不能代表所有人，但是就我自己的态度和我身边人的态度来说，我们大部分还是不喜欢这种形式的。我们希望可以自己去主动遇见人，去掌握主动权，去通过自己的努力看这个人是不是我的那个正确的人，不能说正确，是不是要注定和我相遇的那个人。对，而且现在认识人的形式还是很多的嘛，不管是软件还是社会上的各种根据爱好聚集起来的活动。所以大家肯定是不倾向于相亲这种形式的。但是上一辈的人呢，他们可能会认为通过朋友或者同事介绍的人是更加靠谱的，因为他们介绍的时候会更加知道对方的背景。我们会用知根知底这个词来说，就是说不太可能遇到虚假的信息、虚假的个人信息，因为这在现在的社交平台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嘛。所以上一代他们会认为相亲这种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更加靠谱的，而且他们会比较看重门当户对这种事情。门当户对就是两个人家里的经济背景各种情况比较适合。当然这个词我就不过多评价了。我觉得有现实的考量，但是不能100%现实主义。好啦，这就是今天播客的内容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播客的形式呢？那如果你们有对相亲更多的疑问或者好奇的点，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告诉我。虽然说我个人真的不太喜欢这种形式，但它确实还是中国社会上比较常见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中也有很多社会学人类学可以研究的地方。那你们看我这个专业的相亲大会观察者为你们得到的观察怎么样？详细吗？有趣吗？希望你们这期听得开心。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